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直播。不好意思哦，刚刚在要开播前按下去那一瞬间，电脑突然变成整个完全死档哦。至于为什么，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反正也修复了哈。好，那今天老师先开始来说一下哈，那个我们的秋季的补运法会已经开始了哦。那还没有报名的可以记得报名。那你在台湾的就用台湾的渠道，你在中国的就有微信跟支付宝。那你在海外的，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PayPal， 或者是港澳地区的朋友，你可以用港澳地区的专门的付款渠道啊。这次的付款的方式跟你的报名方式啊，老师这一次应该都是修正的是蛮完美的啊，就是说你比较不会有付款有问题的地方，而且它跟你的报名表是连在一起的，说一定是可以的，好吗？好，一年2次而已，好，那之后老师还有其他活动要办了，所以说这个一定得准时，请各位报好。那第二件就是说有朋友开始问老师，我们的一个批流年的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呢？快了，好，都11月了，要11月我们就开始了，11月大概11月20号前后吧，好吧，我们就开始我们2025年的流年批算的活动。那这次流年批算老师会给各位老师最好的一个状态哦，因为前期准备很多了啊，现在还在准备中。那这次流年的方案，老师再设计一下，再给各位去来报名，好吗？开始之前还是有人问说，老师你觉得什么样方法会统一哈？这个状况不对，赶紧回大陆，大陆有方，那跟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哦。两岸这两个地方跟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那个你要正常过生活就可以了。各位不要把两岸统一当成一个很可怕的洪水猛兽哈。那只有你心情不大好之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心情不好就是我们那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感觉好像被换国旗了哦，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变成一个亡国的感觉，其实就是心情上的问题啊。基本上你是没有差很多的哦。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在整个世界历史之中啊，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它建国的时间还不到几十年呢。比如说那苏联解体之后出来那些欧洲小国家，根本就是才几十年，不要说什么有什么变化了哈，他们换国旗就变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好不好？这个就只是心情不美丽其实没有什么影响。那至于说你要不要突然跑回中国啊，或者跑回美国啊，这个不用太担心啦。那个基本上中国在两岸统一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寻求的是这个抵抗最少的方法，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会台的措施等等之类的。当然，它也会开始一段时间的隔离。隔离是什么呢？就是怕台湾刚被统一的时候会有应激反应，知道吗？按历史上来讲台湾岛这个地方的百姓你在统一的过程之中无论是明清时期还是什么时候那当地的百姓都会有应激反应，就是什么呢？我被统一了，但是我输了，但是我不服嘛，我不服怎么样呢？就想在抵抗。所以说一开始大概会有这个对两岸之间往来的人民你不用跟现在差不多，就是你没有这么容易可以立刻的，就是说融入在整个大中国体系之下这个是没有那么快，但是呢，首先会开始就是说，在你的货物跟制度它会改的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它要整个把它建构起来会比较容易的。那这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的主题其实它跟经济跟我们整体的亚洲制度是有关系的那废话不多说刚刚耽误各位3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直接先从亚洲的局势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亚洲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根源都在亚洲了，因为会看老师频道，大概都亚洲人你应该很少金毛都会看嘛，对不对？应该很少了，大概都是黑头发的看的比较多，本身就是华裔的人看比较多，语言取向对不对？那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亚洲的经济现在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而且从日本开始看很多人跟老师讲，老师你真的太不懂日本了。日本现在观光客满地都是，所以是说他们的一个经济其实应该是很好的，因为眼见为凭嘛，是不是？我去那边我发现游客很多带动了观光产业，那是不是可以带动内需？带动内需状况之下，你是不是就说它经济体质就是比较好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在日本他们现在一些比如说银座有一些知名的餐厅或者是一些企业其实它在该怎么讲呢？它从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帝国资料库里面从2024年的4月到9月，各位你要去知道，2024年的4月到9月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区间日本它共有4990家的企业它破产了，它是创2013年以来的新高。许多的企业它并不是说像新创产业可能2-3年就倒了，很多的倒闭的企业
它是一个很久的经营历史的哦，其实都包含了很多是30年以上的企业啊，它高达了1600家。因为其实开公司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啊，你要当资方没有这么容易。然后在台湾来讲了，你要活过5年的企业啊，并不是非常的多，通常都是5年一考验，然后8年一个挑战。都在这个状况下，你跨过了，后面你可能会比较容易生存下去。这个其实跟一般人进入社会差不多嘛。因为进入社会里面，你前5年大概无论你再行，10之8九都过得很清贫啊。你要过了一进到社会，你就变得过得很富裕，这很难。通常都是你在社会上打滚了那个5到8年之后，你大概知道你自己的消费在哪里，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然后那这个时候通常日子就开始过得比较平稳一点。然后这个是一个蛮现实的事情。而在日本呢，在这个从那个4月到9月里面呢，就1600家的老企业啊，就30年以上的企业，它已经倒闭了。那剩下的当然就是不等了，不一定是不见得是新创产业。所以说他们倒闭的企业有这么多状况之下，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日本的经济是很大的一个警讯。因为过去我们看到日本它这个企业，它所经营的就是怎么样，要以终身雇佣制，或是要稳定度高的方法来去做。那日本企业他们的一个风格就怎么样呢？风格就是很简单。我不一定是要请来的人，他一定是业绩非常的辉煌，或者还有特别的能力，但是呢，他们比较看重是对员工对企业的一个忠诚度，忠诚度越高，你那边待得越久。所以说呢，待到你头发地中海了啊，毛都没半根了，那你还是不容易被取代掉。通常都是资历决定了一切。但是现在连公司它本身都活不住了，那么请问下面这些职工你要怎么去生活？我们就讲简单一点的，不要讲那个你已经30年以上的，就拿一些5到8年的企业，它应该一般正常的公司营运，我们不要说它是大公司，基本上你5到10人是应该要有的一个规模啊，这个是还蛮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不对？那像老师这种个体户不用讲，正常的公司你都需要5到8个人啊，因为你会有财务啊、人事啊，还有那些制造啊，或者是你这些业务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个体系来运作。那就算是老板来2个，那你后面还是需要有业务吧，对不对？那你还是会有需要一些行销手段，或者是有一些财务来去处理。所以在整个环境里面，你就必须是说，一个企业里面后面带的就是很多的家庭。但如果这些企业里面有一些越资深的公司，它的一个人数就可能就越多。如果这些企业都经营不下去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它的失业率隐含性的失业率就变高，就变得是说呢，我们过去在日本的一些节目上看到，就会有很多的啃老族。啃老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子女他本来已经离家了，对不对？但是他后面过得不好，所以他就把子女就把自己的子女，也就是孙子辈的人都带回去跟父母一起同住。来去节省这个开支。为什么要去跟父母同住呢？跟父母同住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你就是大家去蹭一间房屋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怎么样去摊掉所有生活成本。所以说很多的日本很多高龄化的一些工作者就这样来的，因为儿子他失业了，他找不到什么工作，然后他又要照顾他自己的小孩，所以说他就没办法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他可能就因为你经济的破裂，所以说你可能家庭的一些配偶的一些关系就也破裂，就离婚了。所以说导致这些事情呢，就没办法继续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运行机制。所以说现在很多啃老的，他不一定是说你是宅男御宅族就关起门来，然后我不就是兼具不上班不结婚，只负责吃饭跟玩游戏。这个是之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的一些中年算中年人吧，大概就是30-40岁的人，他变成是他没有办法取得了在社会上的一个就职的优势。然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再去维持他自己的收入状况之下，他只能回去找他的上一辈来一起想办法处理好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说的是中年人比较多呢？因为你年轻人他们现在企业是征求的对象，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他的负担比较少，他的创意可能比较多。很多的状况之下开企业会比较优先的找一些比较优质的那个应届毕业生。然后日本的就职文化就是他们宁愿找应届毕业生，但是他也不会去找是说你可能找工作2-3年本来是打工的，然后呢后来又要转到正职的，那这个反而是比较不要的。他们要就是那种怎么样讲呢？纯洁、干净跟眼神清澈的大学生，刚毕业就内定好。所以说，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日本的一些就职消息，就是说你的大学毕业生呢，他的一个需求度很高职业选择性很多，代表好像是说，日本整个就业市场是欣欣向荣的。但这种状况之下，只有一个限制，是在于你必须是应届毕业生，你再晚1年就已经是就职的一个困难期了。如果你毕业后3年里面进入到一个正职的环境，就是说我已经有内定好了，然后在正职的工作里面。然后我后来可以换这个除外，
如果你毕业后2、3年内你都找不到你这个就职内定的话，那么基本上你后面要再就职的几率就很辛苦，除非你要去做一些比较高业务型的人哈，业务型的也不见得会请你，就必须要你自己要第一线去奋战的人才有办法。如果你要做一些比如说设计啊，或者一些高专业度的，那可能你的概率就会变得比较低。所以说整个社会就变得一个很畸形的状态。在日本，他只要应届毕业生，那在中国更厉害了，他要有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就毕业他就有3到5年的经验那种，最好是这样。这个之前老师在看中国的就业一些情报也蛮有趣的那个企业他到大学里面去找这个学生，然后来去就职，然后呢学生递了他说我是211，我是985，递过去，当那个人事主管问你有没有经验，他说我当然没有经验，我现在要毕业啊。然后这个面试人就跟他讲我们不要请那个白纸，我们要请有经验的。不是你到大学里面去找有经验的，不是很奇怪吗？大学就是我刚毕业，我现在就是没经验。那你找大学里面来，你当然找的是白纸啊。结果他说大学毕业的他们不愿意培养，他们来就要即战力，就是我来就是有经验的，所以就变成一个两边都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面试的方法。所以说老师为什么跟各位一直讲这种事情，它会一直不断的严重下去？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一个职场的结构，还有你的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都已经完全变化了。所以是说，你没有社会性的专业性的技能，基本上你遇到这样的职场转换的时候，你的风险极高无比。所以老师也有一些贵客不听话，他就是觉得我不可能。老师你要知道，我一年的年薪多少？我一年年薪是500万人民币，我去哪里没人都会抢着我，对不对？隔没半年他就被裁员，为什么？你这500万元我不裁你裁谁？对不对？裁员之后他要去想说反正你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是不是？我就自己去找一些之前挖过我的同行，全部都给你打枪。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法是一样的，你在线上我们可以谈，你不在线上被撸掉了，那么代表你一定不行，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到后面他只能什么？想办法自己开间公司。那开公司又很，开公司是一个亏本率很高的一个行业，因为你一投入进去之后，你可能要3、5年你才能够回收你回来你这个创业的一个成本因为你会有这个老师开过很多公司你前面的这些筹备期跟那些资本都是要有的。你还没有开，你可能就花了一大笔钱去准备要开公司去做这些事情，后面还有员工关系或者是一些税务法规或者是一些劳动仲裁很多事情它都会产生。所以说到后面呢，这个事情在中国在日本他们都有这个状况，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怎么样把你在社会里面去衔接到你的所有人才都可以适才适所，就变成是没有能力的新的人他可能找到工作，但是有能力的他没有办法去重新再把他的能力在职场上重新去做。包含日本也是一样，韩国也是一样，有能力的人他没有办法再有舞台去发挥他的能力，因为他可能35岁以上，35岁就变成一个魔咒。之前老师在前几年2018年还2019年跟各位讲过35岁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变成一个退休的标准。35岁以前你没有做好准备，35岁以后你就可能被退休，就是你只能说服自己是说没关系，我已经工作很久了，我现在要养生，不然我就把身体操坏了。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事情，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这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现在破产的企业是从2013年以来它的一个最新的高峰期。那这个状况会不会持续延续呢？会的，因为就像我们上周讲到的，日币的一个汇率上的不稳定，因为它的汇率基本上没办法完全取决日本央行。因为日本它是必须要成为美国的提款机，它必须去分担美国这些亏空的数额。第一个要选的一定是日本跟韩国，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国家是建立在美军基地上面的这个是一个搞笑段子了不是真的这么意思，但是其实也差不多了。日本跟韩国跟尤其是南韩它是建立在美军基地上面的国家，所以说当美国需要一些经济的补偿的时候，它第一个要去冲的地方一定是日本跟韩国，然后再接下来要冲的地方就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欧洲。然后这几个钱袋子一定要去做。那之前那个美国本来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超大的补血带，但可惜中国建了一个防火墙。那在之后就变成是说中美贸易战，因为中国不愿意去全部的去代替到美国所有的这些账务这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中国有外汇管制，所以你要去把中国当成一个补血的一个大的奶妈，这个可能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等一下谈到美国恶化也会知道是说这个事情在日本、韩国或是台湾这些地方会越来的严重。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在日本，它在2023年全年申报停业的
公司总数啊高达近100万啊，这是申请停业，就是说我暂时不干了，哦，先停业。停业的话，你就没有一些该缴的这些水电瓦斯啊，或者是成本。而这些的产业大部分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集中还是在于零售业还有餐饮业的领域。为什么在零售业跟餐饮业的领域会比较多呢？因为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就是因为你的进口的原物料的成本大幅上升。过去日本在2018年以前，基本上它的物价是20-3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的，哦，所以说它的国内经济啊，他们说像一滩死水。事实上，这个死水也不能说不好，就是代表是他们的生活啊不会太大的变化。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些70后的人，他们经历过这几十年的物价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就认为未来也是这样。所以说他们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去面对日本被强行开国的结果。而现在这个状况就等同日本被强行开国，就像过去的幕府时代一样，直接被海外踹开了国门，然后呢，整个必须接受新的一些改变。而日本现在改变就是汇率上的改变，我们以为进口的这些成本，它现在完全改观，必须要2倍、3倍甚至4倍的价格去做。这个老师过去有一些在做一些烘焙的就是烤面包啊，或者是面条之类的一些原物料加工厂的一些贵客，他们也跟老师说过，这个糖啊、面粉啊、油啊，甚至一些添加物啊，科技跟狠活啊，都在涨价，连科技跟狠活的东西都要涨价。他讲很多，但是我听不懂，但基本上都要涨价。所以说呢，涨最多当然就是那些不是跟科技跟狠活有关的，就是它是真的面粉，然后真的油啊，不是地沟油，真的油之类的也都会涨价。就算是你再生油，你可能也都是会有一些的价格的变化。说整个日本，它现在跟韩国，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零售跟餐饮的领域啊，都不断的开始进行了一个缩编。为什么？因为内需是不正的。所以说啊，在这个日本或韩国的环境，就变成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当务之急就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支出。所以是说呢，就是减少开销，就是不在外面吃饭。我现在下馆子吃不起了啊！便当以前老师在东区，老师公司开在东区，对不对？东区在以前便当可能在5年前，它便当一个80块就已经算很不错了啊，就算了，真的是很不错了啊，就是有菜有饭啊，这个有肉都有。现在你要吃到一样的便当，你可能都要100块以上了，对，它涨的是20%。所以这个东西呢，涨20%还算少的了。原来80块，现在等到110块了。这个说到100块，真的是老师已经是很讲得很含蓄了。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我是固定收入的人，我没有其他社会的技能，我也没有办法去增加更多的收入进来的话，那么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什么？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减少开支。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当我上的是固定班，我一个月如果领的就是4-5万台币的收入，而我现在的便当涨价20%，那米也涨价10%，那其他东西也不断的涨价，然后包含小孩的安亲班也涨价，或是各种东西都涨价，油价也在涨。什么都涨的状况之下，我的收入可能还在4万到5万的台币的一个区间的话，那么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减少开支啊。能的话啊，平常如果没上班，那我就可能中午就不吃，或早上省一餐，那我是不是省了30-40块？那这样子我把它摊到晚餐去，一天吃个1餐半，是不是就可以顶一顶，对不对？反正饿自己也不要饿小孩嘛，对不对？就变成这样的想法变多。因为你该开支的东西，有些东西你是省不了的，比如说父母的一些医药费、小孩的那些食宿费，对不对？还有一些现在光小孩要去做一个什么那个毕业旅行，对不对？6000到9000，甚至还1万多块的，是不是？安亲班一个月一个人也要1万多块，那生得多死得快，这样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说，它就是变成这只能减少一些我们自己这些成年人所需要的开销，而问题就在于整个市面上我们看到街边可以消费的地方。大多都还是在我们成年人，就是30岁以上的人是消费主力，因为我们这些人原本是可以吃得起馆子的人，因为我们一出去吃，至少他很多时候都是2个人，就是情侣一起去吃，夫妻一起去吃，不然就是妈妈带小孩去吃，对不对？或是整家人一起拉出去吃。那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我们这个阶段的人必须要缩衣节食的时候，那你那些餐馆或是这些零售业的买一些布灵的东西的人，他是不是也就只能是什么业绩下滑？这是一个循环。你说年轻人他们还是一样，还花了很大手大脚啊，对，但是他们能买的东西是取决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家庭经济的持有者给他们的下跌效应，就是我赚得多或是我留得多，他们就拿得多。但是如果我变得少了，那他们就没办法更多。
就他们可能也是省他自己的饭钱，就像谁在学生的时候没有省过饭钱呢？对不对？少吃两天的午餐，然后去买一本漫画，哎，这个我也干过啊，是不是？这是后来长大我发现这样干是很傻，因为肚子饿实在是不理想，后来就跑去打工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有没有办法增加我自己的收入来源？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就一直跟我一样，因为我不是社会的这什么特殊体，我是一个常体的状况之下，那么我就只能缩衣节食，缩衣节食，你整个后续的供应链产业就糟糕了。那靠观光客来有没有用？观光客怎么来怎么用？观光客是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它帮助是有限的，因为观光客来怎么样人，你不可能来的比你的本身的国民消费还要来得多吧？而且现在如果原物料是上涨状况之下，那么你的成本也会上涨，你的售价也会上涨，那么很多的观光客他们就可能会缩手，不是像以前看到就买，这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简单来讲好了，那欧美开放旅行，很多人到日本去或者到中国去144个小时，但是这些人的消费的水准其实是不高的。欧美很多都是穷游，就是呢，虽然他们的收入看起来比较好，但是呢，他们到了当地，他们能够花费的钱预算其实没有很多。他们重视什么？重在自己的一个旅行的体验，而不在于是说我过去我就要消费很多东西，然后买一大堆东西回去，然后会到当地买很多东西回去，大部分都是大陆客。陆客是比较多的，一出门就得要买一些那个伴手礼啊，送给七大姑八大姨啊，对那些同事的都送一下，显示的我有出过国。但是这个状况现在在80后、90后的状况，他们也不会带那么多东西回去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你整个亚洲的经济学就变得非常的糟糕除了日本之外，南韩也是一样南韩它本身年轻世代，从他们的信用卡公司跟银行所做出来的报告，他们的刷卡用餐的交易笔数在今年是减少10%。那这代表南韩它的经济不好，或者日本的经济不好吗？但是奇怪就在于是说，我们就以南韩来讲，南韩在这2年的出口率它是增加10%的。它虽然它的一个用年轻人消费笔数变少了，但是反过来讲，它的出口额是增加的。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增加原因，我们拿韩国来继续对比的话，韩国增加了它的一个出口贸易额，主要是在哪里？主要是在半导体，也就是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你出货量变多了，所以说它的出口额变高了。但是呢，这些产业有一个特殊点是什么呢？这些产业特殊点就是它并不需要太多的员工，而且它东西很贵。跟董老师意思吗？我不需要很多人做半导体，但是半导体的售价很贵，所以说即使南韩的半导体的年增额高达40%，但是呢，它也只能给南韩的年出口额增加10%。意思是什么？因为实在是它比例没有办法去涵盖掉韩国整个你社会所需，就是只有少部分人赚到大部分的钱。贵东老师意思吗？所以说韩国在今年第2季的 GDP 它是不增反减的。为什么？因为百姓他没办法生产出这么多的一个产值，因为不是百姓懒惰不愿意生产，而是没有人买，你没有内需去带动它的时候，那么你就只能怎么样？你就只能让 GDP 往下降。但是大企业它是没有这个问题来讲的，那这个问题去影响的。所以在南韩呢，很多人认为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南韩爆出了通膨，这应该就是对于是说他们的经济应该会慢慢的被带动起来，因为通膨嘛，代表是说你的所有东西都往上，那数字应该变好看。但是呢，这个东西他们要去抑制或他们去处理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要去认清楚一件事情，任何的经济活动除了是说你是战乱之外，或是油价之外，大部分的通膨或是通缩所带来的后续的影响力它都会有迟滞性，就是它不会是说我通膨之后我立刻发生我们生活上的改变，它会慢慢的改变，因为百姓所能够得到的感受，它不会立刻性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所有的一些经济它都开始往下降，唯有顶端的高科技的产业，它的收入会变高，而这些高科技的产业，它又没办法去帮助其他产业更继续起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发现像什么呢？像台湾、日本、韩国的经济体象其实跟台湾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台湾我们的台积电这些所有的高科技占台湾的 GDP 至少40%。各位请问一下，我们台湾 GDP 40%的状况是在这些高科技产业的店里面去运作，而另外60%的人他没有办法去享受到这些所有他们赚来钱的一些好处你说他们有在加州内部投资，但是这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我们就拿台积电来讲好了，台积电它有60%到70%的股份，它赚来的钱是必须回到那些投资者的母国去，比如说欧洲美国这些外商里面去。所以说
我们虽然40%的一个 GDP 或是一些高产值的都在这些高科技产业里面，但是这些高科技产业很多都是外资，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些钱利润又大部分被那些外资所收走，我们能够留下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就是只有劳工成本我们可以拿到，而劳工它并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台积电它不需要养200万人。对不对？他养几万人都可以，他不用养200万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什么呢？台湾跟韩国是一样的，企业的利润很难转化为内需的消费力道。所以说这些大财阀，我们可以说大财阀，台湾有没有财阀？是有的，比如说某某金、某某金、某某金，这些都是大型的一个金融财阀，还有什么某某泰、某某泰、某某泰。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些不动产财阀或是金融财阀，所以台湾也有财阀，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说破而已。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们没有把它说破，而这些财阀基本上我们政府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只靠我们央行这次想要去打房，打了半天还被政府打回来，说你不可以这样打房。所以说你说我们的一些经济怎么去发展，那是很有限的东西。而同样这个状况在中国也是会有刚才讲好像中国都没问题，中国也是有问题的。按照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世界经济理论里面这个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必须到50%到70%，但是在中国来讲，它的一些消费支出占它 GDP 的比重只有40%。而中国经济它有3大马车，就包含什么呢？包含的是消费、投资跟出口，而这些东西呢，也是明显下滑了。所以中国你要去把它振兴它的一个经济它是一定会很辛苦的状况，尤其是这2年会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中国虽然它现在要积极的把资金放出去，然后来看能不能把房市救回来，但是房市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会下跌的。那个不用老师去说什么唱不唱衰的，或是你也不用吐槽老师说老师打房20年、30年都说降都没有降，你看降不降？在台湾太多人跟老师讲，老师台湾房价不可能降，这跟我2019年去深圳、去上海、去北京的时候，人家跟我讲的话也是一样的。老师，中国的房价不可能降，只要有人买，有人去炒，它就不可能降。降不降？你说降不降呢？降不降？一定什么酱都有了，炸酱还是什么酱都有了，花生酱还是什么酱都有，草莓酱都有了，是不是？都降的。韩国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台湾呢？台湾也是台湾顶多是有个经济反应的迟滞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经济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被见光，是说有些事情你不能够公开，一公开其实这况是很不好的一个逻辑层面来讲。就拿台湾的有一些老是做梦到有一些什么卖电的产业也是一样，它电的来源从哪里来呢？如果 A 厂商去跟你买电，你一度电如果是卖的是7块跟10块，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发来的电不是他从某个电线里面接过来转手就卖给你的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很多事情我做梦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做噩梦还是做奇怪梦一样，就乱七八糟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谈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它是有一个转换期的。这个转换期是什么？转换期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以我们在比较中立点的韩国来看，那韩国里面就发生了很多什么事情呢？就是房屋的空置率。在韩国它其实它的经济层面，也就是所谓大企业财阀。为什么韩国要去扶持这些大企业跟财阀呢？因为他们可以是透过国家的补助跟它一个保护，让它这些产业可以积极的怎么样矛头对外，去跟海外的一些高企业去竞争。那么这样对韩国来讲是短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这些企业一旦发展很快，对 GDP、对就业率、对所有东西都很有帮助。但是这个东西也变得伟大不掉，因为他们这些企业变得很大之后，你变成是政府没办法去再命令他，而是他必须听这些大企业的话才能。所以说，即使他们的企业他们去做了贿赂或是有一些肮脏的交易，到最后他们还是在云端上，总统都换人了，他们家还是没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 N 号楼的一个翻版，就是政治其实也是他们的 N 号楼之一，他们想干嘛就干嘛，因为他已经大到我的部署已经比我这个老板还大了。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雍正对年羹尧已经势力滔天，每一天睡觉还要翻牌子，对不对？到最后你怎么办呢？你不是雍正倒台，就是年羹尧倒台，两个一定得倒一个功高震主，那个没办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韩国它有房屋的空置率高达2%，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经济跟混乱的跟不动产的崩盘底下，韩国它的空置的房屋数高达150万间，150万间哦。而正常的带多少呢？8.2如果是很高，那么正常是多少呢？一般来讲在我们的一些逻辑里面，健康的空屋率应该这4%到6%，这个是
科学的报告啊，不是老师定的啊，这是科学他们的分析。正常一个国家的空污率到4%到6%，但是南韩高达8%，甚至是什么呢？人口衰退的地区空污率还增加到10%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也就是说，它在首尔或是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它可能空污率比较低一点之外，其他地方啊，那它可能空污率就变得比较高了。我们讲简单一点，好，就可能像台湾来讲，台湾你可能就台北市、新北市空污率低，但是理论上，如果你到了桃园或到了苗栗，你空污率应该就变很高，高了之后这房子没人住啊。但目前台湾还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房屋的没办法去交易，对南韩来讲也是一个影响。而在南韩里面，它有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18%，这个就很多了在2025年以后，65岁以上的还会成长到20%，甚至是更高。所以说就变成是怎么样，4个人你要养一个老人，那么你这些不动产你要怎么样去让它增长了？你没有不动产这火车头的状况之下，你后面很多经济你是没办法起来的。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去什么样，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的一个产能或它经济的一个改善期的话，那么后面它还是经济要低迷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好就好在哪里呢？我们先抛开是我们两岸可能对共产或民主的一些想法的不一样。中国它一开始的一些先贤先烈，过去几十年，他们针对农作物就是老百姓的饭碗，还有就是说他们自产一些技术的改革，农产技术的改革跟土地的再利用他们做的的确是不错。比如说呢，你新疆本来种不出来的东西，他把它种出来的东西了，对不对？沧海变成沧海变桑田。沙漠变良田，这个状况其实在中国还是有的，但是腐败的地方也是有每个地方都会腐败人身上都会积大便的。你说那个一个国家能够不腐败都会腐败的。所以这个后面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最主要原因是在于是说，台湾有没有这个空污率的问题呢？台湾也有这个空污率的问题。台湾的空污率啊，其实在2023年上半年呢，全台湾有85万间空屋。85万间空屋我们台湾的空污率是多少呢？也没有比韩国好到哪里去了。我们台湾的空的那个房子空置率啊是 9.33 这个也是蛮高的状况之下。但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有一个水分在里面。什么样的水分呢？它里面是有些老屋，比如说很破败的比如说讲简单一点，有些在金山万里云林那些比较没有人住的这可能已经40-50年以上的老公寓这个当然也算是空污率之内，因为它是有房子有那个户口就在那边的，所以它就变成空屋。那当然就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2年台湾的一个不动产被新青安炒得很高，所以说有一些未入住的新屋可能还没封顶的，还没入住的这个也算是空屋在内。而这2年刚刚好这个新城案推得非常的多，所以这也会增加了这个所谓的空污率。但是30年以上的空污率它还是照整体空污率里面的 36.8%， 5年以下的占 19.9%。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它平不平衡呢？它面临到一个你有没有办法进行都更的期间。如果你能够合理的都更、合法的都更，那么其实来讲，这些新旧房屋汰换其实是有助于台湾的房价是比较稳定一点的。但是可惜人心都是嗜血贪婪的嘛，对不对？要我卖房子，我也希望我能够卖到贵啊。我买房子我也希望买到便宜啊，对，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代谢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肯定是供过于求这个是肯定的一个事情。而中国有没有比较好呢？我们对岸的中国其实也没有比较好。中国28个大中城市里面，平均的住房空置率为 12%，12%非常高所以说你说中国要去推出的那个房子要去涨价，重新再炒一波房，这个很难的，因为空屋率有 12%。所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区间你是没有办法是把这个消化掉的。所以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它是变成是说不止鹤岗，有很多鹤岗化的地方他们有人列出来全中国有 98% 个城市，有98的城市的，不是98个城市，98个城市的它里面就是房价是非常非常低的比如说鹤岗以外，你可能还有辽宁省这些复兴城复兴这个城市它其实是离沈阳近也离北京近，它其实是一个，或者是还有什么呢？还有山东的鲁山这些地方都位置是不差的那生活机能也不差，但是房价非常便宜，可能10万20万你就可以淘到一间可能2室一厅的房子10万20万人民币了，不是台币了，好吧？所以他们的房价就是变得很便宜，便宜到是说未来的年轻人他是有希望的。这我们之前讲过，这对未来年轻人他们重新要去离家去创业的时候，这个是有助力的，因为他可能月薪3000块，但是他去买一间可能5万块的房子，他是有能力的。
我买了5万块房子，可是我周边没那么多上班机会，没有关系，因为我可能可以远程办公，我可能可以跑外卖，我可能做一些基本的劳动服务，我还是可以住得起这个房子，而且它的成本如果是5万到10万之间，那么他很快就可以把它还完了，所以他后面赚的钱就变得可以投入到内需消费里面。所以中国它度过这个景气低迷的时间，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它大概可以把这个不动产的一些创伤可以把它救回来。但是你在台湾能够找到50万到100万的房子吗？那不行。对，那就很糟糕。那日本可不可以找到？可以找到，但是那个房子可能已经都是木造的。他说他可能这是你维修的钱，可能比你房子还要贵。那当然也是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的1线城市呢，它的空屋率只有7%，2线城市12%，3线城市16%哦，所以说它价格就很便宜，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只有9个城市的空屋率是在合理区间范围之内，大部分都有10%到15%之间，6个城市高达15%。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中国现在开始要把东部的居民慢慢迁到西部去。那很多人就说，是不是为了沿海要打仗的问题？其实这个不是，就是因为长期东部发展过快，靠了港口，靠了一些话题炒作，很多东西啊，人口过于集中，本来从一些重庆、四川、云南的人、云贵川的人，他一直不断的往这个北上广深去。但是北上广深就没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他需要的就业机会又不是那些云贵川这些人可以提供的这些能力，所以导致了这个人口的非常的不平均。很多人抱持了北上广深的梦，去到那边才发现我还不如在云贵川过的生活，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有趣的地方。而这个状况之下，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的空屋率截至2023年的10月1日就是去年的10月1年前差不多。那日本的空屋率13.8%，也是非常的高。说老师为什么说日本的乡村城市有些还是很便宜，便宜到地方政府可以送给你，但是你的税金跟你的维修成本可能高过它原来的房价这还是会有的。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比在2018年他们在调查的时候也上升了0.2个百分点，等于说这个事情对日本来讲，它还是持续恶化的。不要想到0.2个百分点不多，对于一个大国来讲，这个是很多的。而美国有没有差别呢？当然，美国现在2023年纽约的租屋市场空屋率只有1.4%，所以美国的这个房地产是比较健康的。到了从这个1.4这个数字是创大概1968年以来的新低。而2021年上次调查的时候，空屋率有4.5%，那也是接近专家里面所认为的4%到8%之间的健康的一个水平。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是不是比较 OK 是没有问题的？是，那个的确是这样没有错。但是老师还是不建议你在美国的人你要大举投入房市。第一个，利率的不稳定，现在利率不稳定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美元的不稳定。美元的不稳定你就造成了后面你所要去运行的资金的空间，或者你的一个收入来源，也变得会有很大的浮动。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房子，你觉得我的收入跟我的支出是在一定的一个 budget 里面，但是你要发现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变成是你的收入没有办法去支援到你其他的生活水准，比如说你的可能保险涨价了你房租没有涨，你的房子什么，你的这个贷款没有涨，但是你的保险涨价了。或是你的其他的什么食物涨价了，或是你的汽油涨价了，很多东西涨价之后，你的收入可能也会增加，但是增加幅度没有这么快。而房贷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硬伤，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好收入的时候，你会花钱买好房子，所以是说你的成本一直在这边，你没办法去让自己可以降低我自己的一个负担。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你必须处分掉你的资产，而也不一定那么快可以卖得掉。那这个时候就产生到很多的一些资金链断裂的空间。所以在美国在前2年呢，在那个新冠疫情之前呢，有些人跟老师咨询，然后他已经全款买房的，他是不是应该趁那个机会，然后在他们利率正低的时候，再放 QE 的时候，是不是呢要再买一间房？老师这刚刚讲是不要但是你说的后面变那么多你从结果来看，买房好像是赚，但是呢，你也不见得是赚，因为他必须卖掉原有的去贷款买新的。那这个事情又变得很大的争议，所以他现在当时老师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全款买了那么多房子，那你不如就用租金出去，因为租金你的租金是可以调整，因为美国他们租又不像我们在台湾，一次租可能3-5年，对不对？他可能一年租，那你每一年可以调整你的租金，那这个对他来讲就变成是说，房子的成本固定了，但是它的租金成本它也可以不断的去得到更好的一个利润，这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回到亚洲，说日本呢，在目前为止，它据到日本的厚生省的统计，日本几乎每6个人就有1个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那在美国呢，美国的像老师刚才讲到这个问题，美国的一个
贫穷线以下的人有多少呢？好，那美国贫穷线以下到达全美的11%都是贫穷的人，那日本就还算好，16%。哦，日本有16%的穷人，但是日本呢比较少乞丐，这个是必须实在话。日本呢他们的一个社会制度跟他一个模式是比较特别的，乞丐是比较少的，流民也是比较少的。当然，你说那些神似少女啊，或者是一些在那些涉谷银座那些小妹妹，他们那些或是 DDTS 的网咖难民之类的，那这些就除外，他们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安顿下来。而美国这些人11%里面，代表是说他有3680万人左右是在贫穷线以下的。这个美国的贫穷线跟亚洲的贫穷线，你不能同日而语。美国贫穷线以下的，你真的是会变流民，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真的只能去领那个救济品，而且你真的想要得到的一些救助款，你不一定可以得到。而是在亚洲，你通常这个事情是可以比较好的瓦解。所谓的亚洲啊，就不包含印度了哈，印度全民皆流民的感觉，这太可怕了。印度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恐怖了。除此之外的东西，你在日韩港澳中这些地方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日本虽然它的贫穷线是16%，但是它生活的品质会比全美国的一些11%的人来得好，那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而日本政府它的公式是在于是说，它的年收入是在于$22,000以下就是贫穷线，就是新台币70万元以下，对吧？是比较贫穷。按这个道理来讲，我们台湾也是很多人是贫穷的，但是呢，还是一句话，台湾的乞丐没有美国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社会制度跟它模式其实不会比这些高福利国家来的差，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可以去谈的，因为这谈太多也谈不完。而韩国的相对贫穷人口在全国人口的16.7%，跟美国跟日本是差不多的。说日韩他们的经济体系差不多的时候，其实呢，他们的数字出来也是差不多。那台湾其实也差不多，对不对？你要说在70万左右的东西，其实台湾要达到的也不是很多了。说真的，你一个月等于是说你必须要55000块以上的收入，那你才能够说你在贫穷线以上。但是多少人可以到55000台币以上的收入呢？那个是很有限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些最低的生活费已经被我们的通膨不断的去拉扯起来。所以说，即使你真的是每个月6万块台币的收入的状况，就是人民币12000元的收入，你可能还是一样，你过得并不是很轻松。尤其是你可能中部以北的过得不是很轻松。现在台南、高雄也不是很轻松，全台都不轻松了。为什么？因为你房价炒得那么高，你怎么轻松起来呢？我们所有的钱都要拿去缴这个水泥块子的贷款成本。而这些我们的房子基本上它是一个死资产，它跟过去经济成长跟人口爆发时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房子这叫死资产，我钱投入进去，它就没有任何回报收入。以前过去我们钱投进去，它会有回报收入的。第一个租金，它的一个利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可以 cover 掉我自己的贷款成本，还有一点小赚，那个是过去是有这个利润在的。因为房价本身没有这么高，但是你现在买一个房子出租，我看你是亏本的。你不要管你 cover 掉你这个租金，可以 cover 掉你的那个贷款，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你小套房我就算了，你正常的2、3室的房子，你的贷款成本一定会高过于你的租金成本，因为你再贵就没有人租了，没有人租你去租给谁？你的每个月出去的钱就是基本上就丢出去了，一半以上都是你贷款利息，赚的是谁？赚的是银行。对不对？银行他会把钱再吐出来吗？不会，对不对？他一定要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再去继续把基层的钱把它掏干出来。说很多事情啊，银行体系为什么是由犹太人发明的？就是呢，贫者越贫，那富者越富，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个模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于欧美国家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在呢？还是有还是有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在法国，它的这个法国的国债冲破3兆欧元，它已经占了 GDP 的113%，它的赤字也高过了GDP 的6%。这个东西还是不符合欧盟的规范你要超过了，你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一些欧盟的一些规则是不行的。加上现在什么呢？现在你欧盟要这些彭德莱恩这些人也要把中国变成什么制裁的对象，而制裁之后，那中国现在给他一个反制，就是什么白兰地税的报复，就是说你卖那些被制裁商品到中国来，你是必须去缴保证金的。所以说呢，他们卖到台湾，卖到中国的这些白兰地，或是未来一些可能会相应去制裁的东西，那么它的一个税金就变高，税金变高的状况之下，它的售价就变高。那么售价变高的状况之下，我喝茅台跟白兰地，我为什么不喝茅台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就是变成是说，它的喝这个东西就第一个没有比较好，第二个呢价格比较贵。那对于现在你的消费降级的中国来讲，
我为什么需要附庸风雅去喝白兰地，而不是去喝中国本地的二锅头呢？对吧？白酒，中国的白酒啊，喷酒啊，什么酒那么多，难道就不行吗？好，当然他们的降级也是有原因，因为钱少了，我没有必要去附庸风雅，是不是？在中国的什么网络戏剧啊，或者是那些网络小说里面，人均动辄几亿个资产，但实际上呢，看的人都是几千块的收入，对不对？这就是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也是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匈牙利也是说反对这样子给中国的电动车做制裁。你去制裁这件事情，那你中国一定会反制裁，因为中国现在它有实力去反制裁。在过去，它所有外交跟它的国内的一些资源正在动荡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反制裁。但是现在中国，你该爆的雷已经爆了至少6-7成以上了。像这个 A 股也跌了，对不对？那个车涨上去了又跌下来了，是不是？还有它其他的住房也跌了。很多事情该断头的断头了啊，你该烂尾就烂尾了啊，你该那个变老赖你也变老赖了啊，这个也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能力再开始把这个资源收集起来，重新对反对他的人去做对应的制裁，而会反对中国大部分的还是欧美国家，而欧美国家自己现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又趋于是弱势，反而是我们讲到的这些第三世界或是非洲或是一些东协国家，他们的需求正在日益上升。为什么？因为他们过来原来太穷了。越穷的地方，越有利润可以去投资，所以说这个对中国来讲，你做“一带一路”，可能从过去辽国，然后中国称为老挝啦，然后来柬埔寨啦，然后再往泰国啦，再往马来西亚，然后直接开到新加坡，甚至这些铁路不断的往过去的时候，这些原来没有战乱的国家，但是它经济发展不是很好的国家，受限于交通或者是他们的技术不足的地方，或者基础建设不足的地方，中国去出钱，那花这个钱去打通这些脉络的时候，它未来所收到的收益绝对是可以超过欧美国家这边的抵制跟损失。而欧美国家既然抵制住了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的市场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去获得更多的能量。为什么？因为欧洲它本身的现在最大强大的一些经济的能量是来自于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大战他们所得到的利润，而不是他们本身就有能力去创造世界上所需要的东西。供需里面来讲，欧洲它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去影响世界的经济，他们只有金融规则可以影响世界，但是实质上他们工艺的工业制品、科技或者各种方面的东西，你是很难影响世界的。当然有人说，老师，我们现在所有很多科技是由欧美那边发明出来的，那没有错，那绝对是正确的。半导体啦，或者制程啊、光刻机啊，任何一切，很多的高科技都是由这些欧美国家发展出来的。你发明出来、发展出来，但是你真的要能够应用跟获利，那又是两回事。就是两回事。所以能赚钱的那吃赚钱，不会赚钱就不会赚钱。举个例来讲好了，麦当劳赚不赚钱？赚钱，但是麦当劳它赚钱的公司并不是麦当劳餐厅第一间麦当劳餐厅所赚到的，因为第一间麦当劳餐厅它是把股份卖给了现在的麦当劳公司，而且卖价格也不高啊，卖价格也不高。可口可乐发明人他们的家族也没有享受到可口可乐卖到全世界各地这些庞大的利润，也都没有。你发明的跟你会去销售，跟你可以创造市场跟需求的又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是很多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美国做的方法就比较特别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他现在在支持零元购，他从950块美元提升到1500块美元，争取美国这些黑人的支持。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小额犯罪啊，我不断的是什么鼓励你，我还给你增加免罪额，不是免税额，是免罪额，就是达到1500块美元，1500块美元等于台币4万5哎，哇，每一个。这等于说，我每个月去零元购1次2次呢，我根本不用工作了，我吃的喝的都有了，对不对？我还工作怎么进呢？是不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糟糕。而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糟糕呢？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现在美国，他去那些零元购，他不是只满足于抢店面的。为什么？因为店面不开了，然后店面跟百货业者他们就不开张了，我就直接关店，因为我开了也是零元购啊。那我干嘛呢？我开了我还要赔钱，我还要赔人工，对不对？我不如我不开了。所以很多零元购比较多的街区或是一些城市啊，它很多都开始收店，然后跑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治安比较好的街区，然后他们继续营业。但是呢，好治安的地方又没有特别多，你僧多粥少，你要怎么去办呢？那个是很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这些零元购的，他们转为像什么
去抢火车哦。这个事情啊，其实在2、3年前疫情前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就抢过火车了，就是他们当时是一些翻车啊什么状况之下，他们就去火车上面把那些圣诞节这些包裹都把它抢走。哦，就直接把光明正大就是取走、捡走。你说抢的话，他们不承认，这也没有用，所以就变成是说他们直接去抢火车，哦，直接把火车上所有货都把它抢走。那么这个零元购其实就变成是说又是另外一个损失。但是目前的执政党就是民主党，他说现在自然是最佳的时期。说零元购的问题啊，其实贺锦丽把它增加了之后，他会不会给他选票变多？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会去零元购，但是他不支持零元购。他会去零元购，他不支持零元购，为什么？因为你购的越多，等于是说我努力是没有用的，那我的小孩努力也是没有用的。那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可以不支持零元购，但是呢，他会去零元购。好，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他们自己的财政也出了问题。比如说，美国在去年呢，它的政府所支付的一个利息是多少呢？9500亿美元的利息。好，它是比前一年增加了，比如说就是2022年增加了2400亿美元。一年增加2400亿美元的利息，到占整个总预算的14%，这等于是什么呢？等于就是我们缴房贷一样，我还出去的钱基本上都是利息。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美国为什么债台高筑，就是因为它的美债一直不断还很多利息，我不断的举债，我不断还利息，导致现在美国自己的国力很空虚。那我们自己把钱拿去买房子，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去买房子，是不是把我们大部分的钱拿去给买那些10多块？然后呢，我要去付这些利息。各位可以摊开来看，任何算这些金融都不是只看眼前我要月付多少而已，而是打开来看你的利息跟本金缴付比是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利息本金缴付比是50%，一半利息一半本金的话，这至少要缴10年以上。好，甚至在中国或是早期台湾的一些银行，他们设计是怎么样呢？82法则，然后你前面5年你还的钱都是20%本金，80%利息。对不对？你没有还到后面，基本上你是没办法还到很多本金的。他甚至不欢迎你结清本金，但是你跟他讲我没工作，他立刻要你还本金，这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他也是一样，他必须要负担这么高的预算额里面的钱去还这个美债的利息。所以是说，2024年的财政年，他们的赤字是非常高，达到1.8兆美元的赤字。这1.8兆美元的赤字，他就必须去举债。继续卖更多的美债来去填补它这个空洞。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抛美债的人越来越多，买美债的人也不会太多，原因就是在于是说这个东西实在是你根本就扛不起，你美国把你自己所要卖的钱全部都给全世界来给承担，那怎么行呢？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希望是金砖国家能不能结出一个金砖体系，还有本币交易，还有那个以物易物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自己国内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国内会有问题？因为美元的不稳定啊，所以他们交易的货币也变得筹码不能够集中，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经济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本币交易，如果能够以物易物，那比如说阿根廷就跟中国的华为进行以物易物，是不是？我拿那个5G 或是一些电子产品去换你的牛肉，那对两边都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少了中间商的剥削就在这里。而中东战场也使美国损失230亿美元，导致美国它的核潜舰的生产数量也会下降。而波音它现在也扛不住了，虽然中国给它下了大订单，但是它也是必须大裁员1.7万人。而美国的国防业务也亏损了1030亿，这些都是公开的数据啊，各位去找。而波音它也宣布是说，它要推迟777X 商用客机交付时间1年啊，就是我晚1年交货，我没有不交啊，只是现在人力紧缩啊等等状况之下，他要延迟交付这些飞机。你延迟交付飞机，那不是只有你波音的问题，而是航空公司它自己的飞机的汰换率啊，它良莠程度也是会有差别。所以很多事情啊，你就变成是说，现在整个经济会变成大家互相卡脖子，你卡我技术，我卡你本金，大家互相来卡。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中国也开始做稀土的一些管制，这个我们在2022年我们谈过。中国它还有很多的牌可以出，比如包含稀土管制。今年它就开始使用稀土管制比如说镓跟锗之类等等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把它管制住之后，那些被管制的国家还能不能买到？是能够买到的，但是它必须绕一圈才能够增加很多成本才能够买到。而稀土这个东西跟石油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我卖掉就是卖掉，我挖出来就挖出来了，挖出来我不可能播种让它长出来，挖掉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比如说巴西，比如说乌克兰，它很多稀土，它就可以解决了全世界所需要稀土的问题，那中国就不用拿翘。不是的，挖出来就没有了。那你要挖出来，你就要考量到我能够提炼出来多少。
如果我能提炼从10里面提炼出5的状况之下，我就不要从10里面只提出10%，或者是就10里面就1%或2，好，这个就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的一个对峙措施跟抵制措施啊，也是变得很多。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白兰地啊等等之类的。而现在中国也有传出什么？传出他们自己也有办法去做一些光刻机的制造。那除此之外，也有传出说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这个什么所谓的细光子的领域上啊，就是说他们可以不用光刻机了。那这个是吹的了。好，那个如果各位有听到是说中国自己可以做出来一个那些用细光子去整合的系统啊，来解决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这些光刻机的问题啊，好，那是吹的，那个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这个技术台湾很早以前就有了啊，这个老师有问过专业人士，他讲了一大串我听不懂，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技术很早以前就有了，它并不能够去取代光刻机啊。这个中国要用的光刻机还是必须老老实实的从现在的地方开始做研发，除非它的材料变了啊，比如说变成钻石材料或者是碳基材料去做啊，这个才有办法，不然这个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说，现在美国的国债既然已经逼近36兆美元，它年付利息比军费还高的夸张。那么，请问一下，那美国会不会把它自己所需要在国际上所掀起战争，还有去派遣出去的这些士兵，他们的幅度是不是会降低？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少一台是一台，我导弹射出去一发，我就是少一发；我射出去一发，我只能重新再做什么？做0.8发。为什么？因为我钱不够了，我要去付这些美债利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吗？好，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东西是在这里。那糟糕，我后面还有一半没讲，哇塞！好，先看各位什么问题，我会喝口水哦。讲得完吗？我真的是觉得，好，感谢杰夫枪赞助，感谢杰夫枪赞助哈。那感谢 David Wang 赞助，感谢 David Wang 赞助，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哈。内循环重工业，像中西部哈，北韩要最新的新闻开打哈，派记者去北韩要打他打，其实，这个很难去讲。我们今天讲到好了，给老师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把它讲完，好不好？我们速讲后面都用了，就把它简略这样讲的。后面简单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并不会是很困难的，好吗？好，那我们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后面事情是比较快的，好吧？我们后面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中国他自己还是现在在他们的华为地方开始去测试什么？测试所谓的纯血鸿蒙。好，纯血鸿蒙就是说他们所有的系统都以鸿蒙来去做核心，那这个会影响的层面是很广的。好，包含到后来它的 AI 所运行的一个空间，它保密性会变比较高。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系统如果你是建立在安卓或者是 Windows 或者 Apple OS 底下，那你运作什么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核，所以说你有的东西他们都会知道，好，这个是固定的。比如说老师有去做 APP 给大家下载去使用，但是我做的 APP 我不是说我做好各位可以直接使用，而是我做好我必须给安卓去检核，比 Apple 去检核，他们认为我的 APP 有没有问题，好，当然也是安全所需的。但是我怎么做，他们都会知道，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写很长的一串那个逻辑给他说，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它的细节在哪里啊，都必须要把它赤裸裸脱开给他看。但是如果在中国它都是用纯血鸿蒙的状况之下，以后中国所做出来的 APP 或者它所有的一些运行的一些机密文件都有在鸿蒙底下，它就比较不会外流啊，这个是比较不会，不是说一定不会的。所以说你在 Windows 上运行的东西，在iOS 上运行的东西，或是 Mac 电脑上面运行的东西，甚至是 Linux 里面运行的东西，你都有可能让对方去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核心就在你的 OS 底下，所以他们可以知道你的事情，这个是不夸张的。但是如果说纯血鸿蒙状况之下，中国就有保密的措施。我今天所有的一些文书软体，全部都是用中国的鸿蒙系统所衍生出来的。那么我这份文件被盗的几率就不高，就懂老师意思吗？比如说老师现在每一天都要写文稿，文稿数量很多，那我每写好一个 Word 档，它都基本上都在云端上储存了。可是云端储存在哪里呢？当然就是他们的伺服器里面。他会不会看我的资料呢？取决于我对他重不重要。如果我对他重要，他就会看我的文件。这个懂老师意思吗？那在中国也是一样啊，你所写好的一些 PPT 或做的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想要知道，他们是可以知道的事情，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机密文件。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在中国如果变成鸿蒙为主的东西去处理状况之下，那基本上对未来中国的你的科技发展，还有他们的 AI 的一些运行啊，会变得非常有利。为什么？因为 AI 还是必须有一个运行的 OS 底下，如果它有鸿蒙当做它 AI 运行的一个载体，它的 matrix 里面的话，那么基本上它发展出来的东西就不容易被欧美知道，那么他们发展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更快、更好、更稳定。这个对于中国它整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花点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中东战场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开战到现在，打了这个加沙走廊到现在多久呢？3个月、5个月吗？不是它已经满周年了。所以说我们乌克兰战争满3年。
那这个以色列战争了满1年了哦，现在满1年了。但这个事情对以色列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他们好像兵强马壮、高歌猛进，对以色列本身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影响呢？还是有的。好，各位你要记得，老师跟各位说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以色列他要赢的状况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国家体量太小。你的兵强马壮是取决于别人给你的资源，还有你自己的只手遮天、舆论战，还有你在海外这些犹太人所给你的帮助。但是实际上，你本身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多的底蕴，因为你就这么小一块，你有什么样的底蕴呢？你能够种菜嘛，对不对？在中国可以，他每个人都可以种，这个每个人均都可以想去种菜，是不是？你晚上要加班可能不可以，但是晚上半夜起来偷菜，你是有偷过吧？对不对？所以月球上不能够种菜这个事情就有点可惜了，是不是？但是呢，以色列它的体量就这么小了，所以说在这一年开战里面呢，在以色列的境内有46000家的企业进行了倒闭。对于46000家，如果是放在日本，它不多；放在韩国也还好；放在台湾可以接受；放在以色列，它这么小一个国家，影响就非常的大。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老师之前跟各位讲到，他们铁球系统一旦被攻破 ，AD 立场被攻破之后，那么他们就会发现，以色列你并不是无坚不摧，你是有血条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玩游戏打那些怪，你只要有血条，你就一定会被打得掉，只是看你怎么打你而已。但以色列这一次铁球被攻破，就是亮了血条，你血条只要亮出来了，就没有打不赢的道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伊朗它现在其实是在以色列来讲，它是最大的忧患，因为只有伊朗有能力去可以跟以色列去互别苗头。因为什么？因为伊朗它有远程的攻击能力，它有导弹，它有可能有核弹。这个状况之下是足以可以跟以色列拼个鱼死网破的。因为同样是核弹，伊朗遭到核弹的攻击，跟以色列遭到核弹的攻击，这两个受伤的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色列打个2颗，它大概就灭国了。说白了吧，大概差不多就要灭国了。但是你伊朗你中个2颗，他可能还有一半的土地还可以活着，对不对？这个体量是不一样的。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他们针对伊朗是一直不断的警告，美国也很担心伊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它所有的空中的一些攻击的能力，要去轰炸的能力，是建立在 F-36、F-35、F-16、F-16I 之类的一些美国给它的一些高科技的战斗机。但这些战斗机它没有办法飞到伊朗上空，为什么？因为它的续航力没办法那么长，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距离有大概1000公里左右，这些战斗机飞不了1000公里，它需要空中加油。可是你在空中加油的状况之下，你飞过的国家这1000公里里面有很多的是穆斯林国家，人家会让你放过来，让你飞过来吗？这也不一定。但是你在空中加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受到攻击的危险是有的，因为你没油了嘛，又要加油，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攻击呢？就像那个帝王蟹在脱壳一样，是不是变软壳蟹正好吃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想去攻击伊朗，但是他能够攻击有限，他只能在黎巴嫩，然后在加沙走廊或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面，他可以是势如破竹，但实际上他后面只要还有个伊朗，那就没那么容易，因为伊朗它有长程导弹的能力，你飞机飞不过来，我飞机也飞不过去，但是我导弹可以飞过去，我有几颗导弹，取决于你有多大的领土。差别就在这里的地方，因为以色列它没有这么多导弹，它也打不到伊朗，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会变得很多。所以为什么说他们在攻击的时候用无人机？无人机慢慢飞，秘密飞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真变大规模战争的话，以色列真的能不能打过伊朗，就看美国有没有给他资源。美国给了伊朗资源，那么请问一下，伊朗后面难道没有俄罗斯跟中国给他资源吗？沙漠可以挖到导弹，你信不信？就是有这一回事。会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之前的那个以色列可以被伊朗打到，其实也是在于是说血条到底能不能亮啊，你的盾打不打得开？现在确定可以打开，那就是两回事了。而现在这个状况之下，纳坦雅胡他也当然也是觉得是说这个危机性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现在不断的是什么？希望能够把战事扩大，把他这个所有的人都拉下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让美国的选举产生的质变。根据这变化，就是说他们过去的统计啊。你的美国油价只要涨高了10美分，那么你的执政者的民调就会降低0.5%。这个是美国他们的科技民调做出来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把这个仗打得越火花，把美国拉下来程度越高，开战的地方越多，那让你的产油的，比如攻击伊朗的油田或等等之类的东西，那么你对世界油价一定会有影响。那么这个对于贺锦丽就没有什么好处。那当然对川普他的当选几率就更高。
而惊奇十月大家就在讲，惊奇十月的特色并不是在于美国内部，而是在于纳坦雅胡。他如果把美国也拉下水，那么贺锦丽就可能不上去，因为纳坦雅胡知道川普是100%去支持以色列的，所以他现在迫切希望以色列，也迫切希望川普能够当选。川普只要一当选，那么让纳坦雅胡才能够后继有力，不然你只要让贺锦丽当选，那纳坦雅胡不见得可以得到后面的这些弹药，或者是这些军备的资源，或者是那些协防的一些海军，可能就没有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取决在后面民主党上来的一些国防部长，好，奥斯汀之后的人是谁，能不能去继续支持纳坦雅胡？那这就变得很大的变化。所以纳坦雅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别人是什么跟你打一个持久战，但是纳坦雅胡要的是什么？我现在就把一手好牌把大家全部打烂，我才有活下去的机会。好，这个是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现在在这个中东这个局势里面，就在于是说，以色列他现在要赶快把战线扩大，包含的是什么？就攻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而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里面是包含了它里面有很多国家，50几个国家派进去的人，这个1、2万人啊，几万个维和部队里面，它其实里面是有50几个国家派进去的维和部队，这里面也当然包含中国。那么以色列它就有没有可能兵早险棋，把中国的士兵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单位透过这些东西再来一次南斯拉夫误炸的事件，再打一次中国呢？因为只要中国一打进去，那么很多事情他就不好收场。但是纳坦雅胡知道中国进来就不好收场，但是他要的就是不好收场。说接下来如果中国他现在对这个中东战场，他如果被逼的要下场的时候，那么这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头痛的事情，因为中国一旦下场，那么就变成后面要走的是什么？中美对抗，甚至变成中国联合俄罗斯去抗美。那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好事，因为他把牌做烂了，他才能够维持他自己的位置。就像我们的泽伦斯基是一样的，他必须把牌做烂，他才不用再选举，不然乌克兰本来就应该要选举换这个总统了，但是因为在战争，他就可以继续赖这个位置不走，因为战争时期嘛，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就是在于你现在俄罗斯跟中国会不会被以色列牵进去？会牵进去，那么这个3战不一定会爆发。但是世界大乱那是一定会的，因为你把它给这些中国跟俄罗斯这些好战的那些鹰派找到可以参战的空间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而只要中国跟俄罗斯一参战，对中国是100%的有利，因为会发战争财的不是只有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一样可以发战争财。而他们的战争财不是给民间设施去发的战争财，而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所有的军工产业是国营的。那么他们发的财，那就是长长久久的财，那就不跟美国不一样，不是只发给那些军工产业的人，而是国家自己就可以发财，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现在在整个的很多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态度也变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先省略。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哪里呢？包含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啊。现在泽伦斯基还已经打不下去了，欧洲也支持不下去了，但是俄罗斯是游刃有余的。所以说啊，基本上这个问题是在于是说，现在俄罗斯并不需要和谈，但是泽伦斯基想要和谈了。但他和谈没有意义了，他没有筹码可以和谈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有生战力已经被打得七七八八，他已经无力去反抗了。他现在即使叫他的士兵要还坚守的据点，那你不可以退却，甚至把更多的士兵往那个红军村那边去叫。但是呢，那些士兵也不是笨蛋。如果是50年前、100年前，我可能会听你这么干啊！我死守了为了国家，不对啊！你乌克兰是新的国家之外，我一看就知道我过去也是死定的。那为什么我要过去呢？过去走个场，对，就跟以前出个什么。楚汉相争的过程之中，叫彭越的，专门打游击战的。你来我就走，你走我就打。那乌克兰他现在军队也是这样。俄罗斯弱的地方，他可以在那边待机或是攻击俄罗斯；但俄罗斯强的地方，他跑，我就不跟你打了，对不对？我就一战即溃，我就不玩了。为什么？玩我也是死，这是绞肉机，绞我又不是绞你泽伦斯基，对不对？这是有差别的。所以现在这个状况是，老师估计啊，你现在俄罗斯的兵强马壮，甚至他自己已经找到可以生存的空间，而且这个中东局势又乱，他可以趁机卖很多的军火给这些中东的穆斯林兄弟。那么他自己也有他的收入来源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他的目标下一个放在是基辅？因为基辅是斯拉夫人在他们上岸的地方，那这个东西他只要夺回基辅，基本上对俄罗斯来讲，那就是非常伟大的胜利。而这件事情，我觉得基辅才是真正的分割点。俄罗斯现在绝对不会满足只有乌东的地区，他要打到
打到的点应该就是在基辅了，因为基辅拿下来，他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宣布他的绝大的胜利。对斯拉夫民族来讲，这也是真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比较少一点哦，但是呢，其他东西其实还好了哦，其他东西不是很重要，我们已经把重要的事情都讲完了。所以说啊，老师还是会反省一下哈，虽然中间没什么休息，但是真的是给各位占用到15分钟的时间，好吗？好，那最后老师还是讲一下哈，那我们的一个秋季补运法会啊，已经开始报名了。虽然我讲了世界局势，但是我本业还是法师跟算命的嘛。如果想要为自己补运的，好，那下面有我们的一个报名链接，要记得那个逾时不候，因为10天之后就是法会了哦，所以你尽量在下个礼拜啊，一个7天之内啊，你尽量把它报完，因为大概是21号的时候，老师就会截止报名了啊。之后老师要开始，因为老师下个月还要去出差哦，还要去那个中国出差，还有其他国家出差，所以是说办完这一次，接下来就是流年跟我们的点灯法会哦，都是年底的事情，会更加忙碌。所以说补运这个是春季跟秋季才有。它跟点灯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这个补钙跟补铁也不一样，不一样啊，都是补营养，但是补钙跟补铁也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有差别的，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明年大概率不会发生哈，这个不知道哈，这个会不会打仗，其实就看人的一念之间，好吧？一念之间是有很多的。日本介入两岸战争被和平的几率，日本不会介入两岸战争啦，不可能啦哦，他国家日本人也自己也不愿意啦。我跟你讲，你问日本的百姓，他愿不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丈夫，牺牲自己的小孩去参加两岸战争？我告诉你，日本人不会同意。日本不是傻的啦，日本在所有这个在近代战争史里面，他们只为自己而战。各位你要知道，日本永远是为自己而战的哦，这个是很明确的事情。他们不为自己以外的人去奋战。所以是说呢，在台湾呢，他们得到台湾甲午战争得到台湾之后，他们不可能为台湾而战，他们是台湾拉夫，然后去当日本的那个军队的成员。对不对？所以说日本他不可能参与日本以外的战争，好，这是绝对的事情，这是肯定刚定钻石定的事情，好吗？韩国如果开战对大陆强调大陆武统台湾吗？不一样的事情哈，韩国那个是内政的事情，所以没办法去处理啊。这个我觉得北韩你要打掉南韩那个有困难啦，因为南韩他那边有的是美军的力量。北韩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吃掉南韩，除非他动用核弹。你动用核弹的话，那是天下大不畏，那这个事情也很难讲啊，这个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习近平蒋介石话哦，这个你太看得起习近平了，就共产党他们内部的势力还是很大的。习近平再厉害，他也会老了之后，你上面那些内部的人，他还是会把你推下来的。在共产党里面，你只有势力，你没有个人的明星了。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厉害，他很优秀是没有错，能够当到中国总书记的每一个都是人中之龙，龙中之龙了，不要说人中之龙，他是龙中之龙。你要这么多的共产党党员，1亿的共产党员里面，你选到一个总书记，他是亿中选一，他不是100万选一，也不是1000万选一，他是亿中选一啊！人家一开始就多少训练了，开什么玩笑？那个不可同日而语的，人家的优秀程度，在政治上的专业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厉害。但是共产党它是一个组织。组织的力量是高过于个人的力量啊，这是决定的。包含了现在俄罗斯也是一样，普丁他现在必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他会老，他老了之后，你到别人群起而攻的时候，那你所有建立的一切都会完蛋。所以说那个立国要立储啊，就储君啊，就太子的意思啊。这个相信习近平跟那个普丁他们都会准备好他们的储君啊，这个都是一定会有的。美国的风灾很惨的，当然这个没办法，这个是老天爷的恩赐吧，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嘛。对不对？就这样。哦，载具不够精良，核弹难发射哈，这个不见得哈，不见得好吗？以色列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吗？会哦，如果有世界大战，那引发的人哦，大概率就是以色列哦，大概率就是以色列，他必须要天下大乱，他才有办法有这个空间。当然，网络上也有传言，很多的那个犹太人去移居到了乌克兰上面啊，这个东西老师待考证，好吧？这个需要考证的事情，因为据说有大量的犹太人跑到俄罗斯的荒凉的土地上面要重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聚落。这个事情啊，有争议啊，这个我没办法得到更进一步的知情，说不能够跟各位去讲。但是呢，如果犹太人在乌克兰打算成立一个新的聚落的话，啊，新的一个小以色列的话，那代表现在以色列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而一个要完蛋的一个国家领袖，他一定是疯狂的反击，这是必然的。除了溥仪之外，除了爱新觉罗家族之外，大部分要下台的君主都会搏死一战。那这个纳坦雅胡就是，好吧？
不是选出来的哈。好，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了，不好意思跟各位大家占用了大概快20分钟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这个礼拜三我们会更新11月的流月总论解析，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